见眼啊，正影难寻访，痴心愁断肠，多情总被无情伤。风云多变幻，缘聚又缘散，浮生若梦一场幻。人生漫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间挣扎。好情感单张，千杯最难答，伴我逐浪迎风沙。人生漫路遥长，看透繁华落尽间挣扎。好情感单张，千杯最难答，伴我逐浪迎风沙。我是以大欺小又怎么样？只要我把你们2个人都杀了，有谁知道是我干的？小子，我不是叫你等我回来，你怎么私自跑开，险些小命都没了？木头子，你3番5次指使这小子来跟我作对，是不是要与我青城派为敌？谁不知道青城派是有仇必报？这小子自认是我的小辈，木头子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他姓林，我姓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这么说来，这小子就是冒充招摇之徒，我也不用再顾你的颜面了。我本来以为做他的挡箭牌会有什么好处，眼前看来却是一宗赔本生意。好了，你爱杀爱剐随你便吧，我当什么也没看见。小子，你是哪一个门派的？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还敢来问我？哼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要是你想把这笔账算在我的头上，哼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福威镖局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就是林平之。原来你就是林平之，你杀了我的儿子。不错，你儿子调戏良家妇女，的确是我杀的。但是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把我爹娘囚禁起来，他们现在究竟在哪？你想知道是不是？木兄，你不是说这小子跟你毫无瓜葛？我忘了一件事，这小子给我磕过头，叫了一声爷爷。如果爷爷保护不了孙子，那以后谁还肯叫我爷爷呢？这小子杀了我的儿子，杀子之仇岂可不报？好，我帮你报仇。我喊1、2、3，跟我一起拉，把它拉成2半，如何？1、2、3，追！灵魂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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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灵魂师兄，灵魂师兄，你去了哪儿？灵魂师兄，灵魂师兄，灵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灵魂师兄，你醒醒啊！灵魂师兄，你醒醒啊！灵魂师兄，你非但不是驼子，人长得还挺俊俏的。木驼子就收你为徒怎么样？你真是福州福威镖局的人。我听说你们有一本那个，塞北明陀的武功你见识过了。如果你拜我为师，以后要打败那个于沧海，还有什么难的？怎么？你嫌木驼子武功不够高，不配做你的师傅吗？
子的武功可以做你的师傅了吧？前辈请别动怒，前辈的武功，连于沧海都有所顾忌。莫非你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而生气？我是爱惜你才那么做，要不然现在你已经落入于沧海手里了。前辈可以收晚辈为徒，晚辈实在求之不得。只不过，晚辈的爹娘尚落在青城派手中，生死不明。晚辈恳请前辈前去救他们。你是在给我讨价还价吗？晚辈不敢。于沧海，小子，你还没磕头拜师就想走了？哎，别考虑了，磕头吧！快磕头！不如你先救我爹娘吧。待我请示过他们，就拜你为师。此刻要我磕头，却是万万不能啊！嘿嘿，万万不能！我倒要看看你是能还是不能！哼！说来说去，还不是为了那本辟邪剑谱。要不是听到我是福威镖局的林平之，你会出手相救吗？嘿嘿，是又怎么样？我一定要你拜我为师！不磕，不磕，不磕！磕！再不磕，我就要让你残废了！不磕，不磕！是华山派的岳兄来了。父兄，多年不见，风采如昔，可喜可贺。哪里，还是你岳兄越活越年轻啊！母兄，这少年是个孝子，又颇有侠气，难怪母兄喜爱。他今日种种遭遇，却因当日在福州仗义相救小女儿而起。小弟实在不能袖手旁观，还望母兄看在小弟的薄面，高抬贵手。就凭这小子一点点道行，他可以救人？我看这话要倒过来说吧，是令千金看中了如意郎。母兄，你决意收他为徒，不妨让他先禀明了父母，那也不迟。我刚才是一时兴起啊，现在就算他跟我磕10000个头，我也不收了。想不到华山派如此赫赫有名，也对这辟邪剑谱有兴趣。你说什么？我只是随口胡说，你别介意啊。我走了。武林中似他这等功夫，也算难得。可是，就偏偏自干。求师傅收弟子为徒，弟子愿严守门规，绝不该有丝毫违背师命。我收了你为徒，不免给木驼子在背后说闲话，说我跟他抢夺徒弟。不，那个家伙根本没有诚意收我为徒的。来，要我收你不难，只是你还没禀明父母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。家父家母为京城派众恶贼所擒，恳请前辈援手相救。你的处境很危险，你就跟随在我身边，一切等找到你父母再说吧。前辈的意思是？多谢前辈。他们2个是我徒儿，灵山是小女儿，你们应该见过面了。见过了。爹，丁义师太说见过大师哥，我们快去找他吧。小师妹别担心，大师兄给自己算过命，说要活到80岁，没事的。你们说的大师哥，是不是令狐冲令狐大哥？你见过他？我在城南的破庙里见过他。于沧海说他跟魔教的妖女在一块儿。喂，你不要中伤大师兄啊！是啊，他怎么可能跟魔教的人在一起呢？这是我亲耳听见的。这是不孝话。我们回去。爹，师傅，我们不去找大师哥啊，他现在受了重伤，我怕他有危险呢。哼，爹，师傅听说大师兄在鸡眼出现，已经很不开心了。就是啊，你还要说他跟魔教的人在一起？要讨师父欢喜，也不需要陷害大师兄啊！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讨厌呢。依琳师妹，你还是赶快回去找你师傅他们吧。
不行的，万一青城派的人又追来怎么办？哎，没事的，你看我，现在元气恢复的差不多了啊。要是青城派的人追过来的话，嘿嘿，我就摔他们一个。是摔一个青城派的平沙落叶式，是不是啊？没错啊。那什么屁股向后，说起来太不文雅，没关系，我改个名字，就叫什么平沙落叶屁。哎呦，令狐师兄，你这个样子，别说有人追来，一只野兽都能把你吃掉。啊，你知不知道？其实我们人啊，比野兽更可怕，你说对不对？哎，我现在又饿又渴，要是有什么野兽经过的话，我一定把他们抓过来宰了吃。令狐师兄，你真的很饿啊！哎，肚子饿可以忍受，可是现在连酒都没得喝了。我看你失血过多，需要多喝点水。我去找水给你喝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刚才我们经过田里，我看见长了很多西瓜，你去摘几个给我啊。令狐师兄，我没银两，你有没有啊？干嘛？我去买西瓜啊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买什么买啊？你就随手摘几个回来就是了嘛。这附近没有人家，种西瓜的人离这西瓜田很远的，你向谁买？不问自取，那不是偷。这是5戒中的第2戒，不行的。不如我去化缘讨一个西瓜，我想他们会答应的。哎，受不了你这个小尼姑了。令狐师兄，你在这儿等我，别走开，我很快回来的。有人吗？附近有人吗？菩萨，弟子并非有意偷盗他人之物，只是灵狐师兄想吃西瓜。菩萨，是我夷陵犯了偷戒，不关灵狐师兄的事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菩萨要罚的话，就罚我一个人。小师傅，你在写什么？我衡山夷陵向善心人化缘。你要西瓜便拿去，不用客气。这西瓜田是你的。施主，我可以向你化缘了。你就多拿几个吧，反正这个地方也没什么人会来，留在这里不吃的话也会坏的。不用了，我拿1个就行了，多谢施主。小师傅，啊，你别把在这里见到我的事说给任何人知道。我喜欢清静，我不想这种与世无争的日子被人打扰。哦。小师妹，吃饭啦！不吃啊，不吃啊！不吃饭怎么行呢？师傅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他不让我找大师哥，我才不高兴呢。哎，平之啊，师兄，哎，别叫，你还没正式拜师呢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很想成为我们华山的弟子呢？要是岳前辈肯收我在门下，我当然感激不尽了。你的机会来了，就让你表现一番吧。哦，那师傅最听小师妹的话，只要你讨好小师妹，那么小师妹就会在师傅面前说你的好话，那万事都行了。真的？喂，你进来干什么？师姐。谁是你的师姐？哦，我给你送饭来了。你聋了？我都说不吃饭了，拿出去。你还是吃吧，要不然师傅怪罪下来，弟子可担当不起啊。你少不要脸啊！我爹什么时候收你为徒了？要不是因为你乱说话，我已经找到大师哥了。对不起，没想到我的话会引起这么大的误会。师姐。哎，你别叫我师姐，我可不稀罕。你知道你自己错就好了，快给我滚出去啊！好，我出去。这饭你一定要吃，别饿坏了。你给我出去啊！我不需要你的关心呢。有人关心你还不好吗？
哪像我，就为了一本莫名其妙的辟邪剑谱，镖局被毁，父母之间还下落不明。我是多么渴望有人来关心我，而你呢，对于别人的关心却一点都不珍惜。你简直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说够了没有？出去，出去，快点给我出去！别来烦我了。刚才我是不是过分了一点？不会吧？林平之，刚才我是心情不好。我去厨房看看，还有什么吃的。不用了，我是想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见过大师哥啊？你带我去见他好不好？没有你爹的同意，不行的。你刚才叫我师姐，对不对？那师弟应不应该听师姐的话？可是，你再可是，我就叫爹不要收你为徒了。可是，你爹吩咐过我，叫我寸步不离他的。跟在我身边也是寸步不离呀。你到底去不去啊？令狐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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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烦，赶快回去吧。都是我不好，要是我不走开，不就没事了吗？令狐师兄，我一定要等你回来，一定要等你回来。昨天晚上，我就是在这破庙里看到灵狐大哥的。大师哥，灵狐大哥，大师哥，灵狐大哥，灵狐大哥，灵狐大哥，大师哥根本不在这儿啊！说不定他已经回去了呢。又是你说他在这儿的，真是被你气死了。我看我们回去吧。要回去你自己回去，我要找大师哥。不用找了。于沧海，林平之，我们真是有缘呐！你想怎么样？快把我爹娘交出来！要是我不交又怎么样啊？我爹已经打算收平之为徒弟，如果你不把他的爹娘给交出来的话，就是和我们华山派作对。我今天不但不交出来，我还要带他回去。你做了什么？叶兄，你真的要为这个毫不相干的无名小卒出头？只要是违反了江湖道义，我们华山派就要管。要说不肯把他交给你又怎么样？在下就把贵派在福威镖局所做的一切，在刘师弟的金盆洗手大会上宣布出来。你，久闻叶兄的剑法高明，也练成紫霞神功，于母今天就要领教几招。也好。好一个紫霞神功！哎，来，追他！
平之受了重伤，救人要紧。醒了。没想到武林中竟有此等败类，为了达到目的，竟然不择手段，利用毒针遥控人的神智。这李姓一失，别说是朋友，6000都不认。你刚才当我是那个牛鼻子，想杀我呢？对不起。应该是我向你说对不起才对。要不是我拉你去找大师哥，你也就不会受伤了。不，是我技不如人，才会连累你的。前辈，你千万别怪他。算你会说话，不过你不要再叫前辈了。我爹已经答应收你为徒了。真的？刚才于沧海咄咄逼人，如果不这么做，他是不会轻易罢休的。弟子，哎，平之，等回到华山再拜师吧。多谢师傅。恭喜爹新收了个弟子，不过他应该叫我师姐，还是叫我师妹啊？你几个师兄个个比你迟入门，都叫你小师妹。看来你这小师妹的命是当定了。不行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做师姐了。就算爹以后收100个、200个弟子，全都要叫我师姐，而且是大师姐。大师姐。他自愿叫的，我可没强迫他哦。他刚入我门下，你就用强迫这2个字，平之还以为我门下个个像你一样以大欺小，岂不是吓坏了他？爹。那师傅，关于救我爹娘的事，我想在金盆洗手大会上，等5岳剑派各掌门到齐之后，再揭发于沧海的罪行。我会请他们为你主持公道。到时候他们不把小师弟的爹娘交出来也不行了。可是师傅，我爹娘留在于沧海的身边多1天，也就多了1分危险啊。于沧海志在夺你们林家的辟邪戒谱，我看他暂时不会对他们不利的。可是万一他不负金盆洗手大会，而将我爹娘藏起来，平之，为师就陪你上青城山救回你爹娘。多谢师傅。真有耐心。依林师妹，灵狐师兄，灵狐师兄，你没事就好了。你这傻瓜怎么还在这呢？我摘了西瓜回来，却没看到你，我怕你出了事，所以我……为什么不回去找你师傅？我怕你让野兽给吃了嘛，所以我……所以抱了个大西瓜在这等我，是不是？灵狐师兄要吃西瓜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它弄丢的。喂，哭什么呢？别哭别哭，你再哭啊，2个眼睛快肿得像龙眼一样大了。拜托你不要哭好不好？拜托拜托，如果你再哭呢，我就跟你一起哭，好不好？笑了吧？啊，傻瓜，哭什么？啊？吃西瓜去，来。哇，真的好美啊！哇，你没看到啊？哇，这的景色多美呀！真的很漂亮哎。
小弟只是觉得，跟屈大哥这段交情，真的不是一般世俗之人所能了解。你我相交，何必去理会旁人如何看待？是对也好，是错也罢，100年之后都归黄土，又何必太在意？言之有理。我总觉得这首《笑傲江湖》虽已青出于蓝，但还是尚有不足之处，却又说不出所以然。置身江湖，恩怨情仇，是是非非，要封建归隐，谈何容易啊！大哥的情谊更上一层楼了。刘贤弟，我知道明天你就要金盆洗手，退隐江湖，可是我担心事情没有这么顺利。几十年的打打杀杀，我已经很厌倦。我真的很向往山水间的生活，金盆洗手，势在必行。希望将来我们能把这首曲子弹奏得更超凡脱俗，真真正正的笑傲江湖。好，笑傲江湖。找来找去，就只有这间破庙了。能有个地方休息，真的是菩萨保佑了。嘿嘿，说得对啊！我小时候就常常住在这样的破庙里，我们有满天神佛相拜，嘿嘿，一觉平安到天亮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就是一个孤儿，到处流浪，四海为家的。直到15年前碰到我师父，带我到华山去，把我收为徒弟。哎，那时候我小师妹才3岁，我们一大班师兄弟啊，经常抱着小师妹啊，哇，山前山后到处去玩。我们可说是啊，一块长大的。令狐师兄，我也是个孤儿，自幼承蒙恩师收留，从小就出家了。那还好，不是少林寺收留了我，要不然我现在不就成了个大和尚了？依林师妹，谢谢你照顾我。哎呀，我这条命呢，已经让你救回来了，你还是快回去吧。不行的，荒山野岭，我怎么能留下你一个人不管呢？哎，你回到刘师叔那儿去，告诉我师弟们，他们就会过来照顾我了。啊，快去！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啊？没有，你没得罪我。我明白的，你要我快快离开，是免得连累你倒霉。你说过的，一见尼姑逢赌必。哎呀，我这人口没遮拦，胡说八道的了。我那天胡言乱语，对不起，多多得罪，冒犯了你们衡山派上上下下。哎呦，我真该死啊！怎么乱讲话呢？惹你生气了！哎呀，该死！令狐师兄，你别再打了。怎么了？伤口痛了？哪痛啊？哎呀，要是六猴在就好了。怎么？他会帮你治伤吗？这个六猴啊，会说笑话，一听痛就没了。令狐师兄，我不会说笑话，可是我读过一本经书，叫《百喻经》。以前有个国王希望自己的女儿快点长大，就请了御医来帮忙。那御医呢，就把公主请回家中。然后呢，他跟国王说他在炼制灵药。那一直过了12年，御医才把公主带回给国王。国王看到公主亭亭玉立，非常高兴，大赞御医医术高明，然后赏了那个御医很多金银财宝。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。从前。
畜生，居然敢还俗，还和这浪子厮混，看我不收拾你！哎，夫人，这么晚了还没歇歇？回来了。老爷，我是个妇道人家，有些事情不应该管的。可是，夫人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不应该去找他的。明天我就金盆洗手，封建归隐，不过问江湖中的事了。可是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夫人，你也无需担心，绝不会节外生枝，添什么麻烦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，你不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儿吗？你是指左盟主还没到的事吧？我们广发帖子，各路人马都已经到齐了，连没收到帖子的人都来了，唯独五岳剑派的盟主没有来。也许他有要事不能来了。就算他临时有事不来，他也应该派遣嵩山派弟子前来道贺的。唉，我真担心，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各位前辈英雄，江湖好友，远道而来，刘某感激不尽。在下刘正风，闻恩师收入门下，未能光大衡山派门楣，十分惭愧。幸好得莫大师兄统领，本派在武林中也颇负盛名。刘某性情如闲云野鹤，今日金盆洗手，从此退出江湖，还请大家做个见证。今后在座各位仍是刘某的好朋友。不过江湖上的恩怨是非，恕刘某再也不过问。若有违誓言，就有如此剑。洗手仪式开始。且慢！原来是嵩山派的大松阳守费师兄到了，刘某有事远迎，还请费师兄见谅。刘师兄不必多礼，在下是奉了左盟主之令，不许你金盆洗手。金盆洗手，乃是刘某的私事，既没有违背武林的道义规矩，更无损五岳剑派的名声。左盟主为何不许？左盟主是为了武林中天百图道的身家性命。左盟主也未免太抬举刘某了。刘某的一举一动，怎能牵动到武林中千百同道的身家性命？人各有志，只要不坏了武林同道的义气，他爱怎么样，别人也不能强加阻止啊。师太，左盟主说，若让刘师兄阴谋得逞，不但武林中同道遭殃，普天下善良百姓也会大受毒害的。费师兄，你要血口喷人，也要看有没有人会相信你。在座各位，非刘某一意孤行，今日左盟主竟出言相胁，刘某头可断，志不可屈。好。且慢！
各位有礼了。左盟主的寒冰真气果然了得，佩服佩服。左盟主，你为何要阻止我金盆洗手？我今日来只想问你一句话：魔教的东方不败和刘师弟暗中有什么勾结，设下了什么阴谋，来对付我五岳剑派弟子和武林中正派同道中人？我刘某一生从未见过东方不败一面，所谓勾结，所谓阴谋，从何说起？魔教中有一护法长老，名字叫曲阳的，不知道你是否认识？不错，曲阳不但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曲义之交。身为五岳剑派中人，怎么可以跟魔教结交？限你1个月之内取下曲阳的人头来见我，今晚一概不究。曲大哥和我一见如故，我与他相交，两人只是研讨音律，两人相见，总是琴箫相和，江湖中之事，从不谈起。你还执迷不悟？曲大哥虽是魔教中人，可是他是个高洁明亮的君子。刘某虽是一介武夫，却绝不会伤害这位好朋友。刘师弟，魔教过去害死过咱们多少人？你怎么受人迷惑，到现在还不醒悟？刘师弟，你应该听左盟主的劝告，尽快杀了曲阳这魔头。我们五岳剑派同气连枝，千万不可受了魔教的挑拨，伤了和气。刘师弟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只需杀了曲阳，天下人都会竖起拇指，说衡山派的刘正风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。岳师兄，你是个明辨是非的君子。今天，许多人都逼我出卖朋友，你说句公道话吧。刘师弟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是英雄所为。可是南防曲阳是投你所好，包藏祸心，这种人岂不玷污朋友二字？古人大义灭亲，亲尚可灭，更何况是这种大魔头、大奸贼？岳掌门说的不错，做人是应该讲义气，可是对敌人有何义气可讲？魔教和正道中人，百余年来是是非非，一时也说不尽。刘某今天只希望能退出这腥风血雨的江湖纷争。这心愿，并不违反五岳剑派的盟约。刘师弟，你还是一意孤行了。刘某结交朋友，贵在肝胆相照。左盟主既然不肯见谅，刘正风势单力薄，怎能跟左盟主作对呢？看来你嵩山派的弟子已经布置好一切，恐怕连刘某的棺材也埋好了。要杀就杀吧，还等何时？刘正风勾结魔教，凡我五岳同盟得共诛之。接令者，请站到这边来。在下恩师当年命丧魔教的一名妖女手中，魔教与我泰山派可说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刘师弟，你说大丈夫不应该对不起朋友，难道我们都不是你的朋友吗？你只需点点头，岳某会帮你料理曲阳，如何？岳师兄的良言相劝，刘某甚是感激。只是要逼我害曲阳，此事万万不能。正如若是有人要我逼害岳兄你，或是在座的哪一位好朋友，刘某纵然全家遭难，也绝不会点一点头的。从今以后，我应该叫你刘贤弟呢，还是刘正风？刘某现在命在顷刻，恐怕师太以后也不会再叫我了。阿弥陀佛。
要生要死，我都跟你在一起。衡山弟子也站到我们这边来。我们受师门重恩，愿与恩师同生共死。大年，你这番话已经对得起师傅了。师傅结交朋友，与你们不相干，你们都过去吧。哪一个敢伤害我师傅，先杀我吧！好，前慢！嘿，刘某不敢向左盟主要挟，只求左盟主让刘某全家归隐。我答应，我不再跟曲阳相见，有生之日，绝不踏足中原一步。刘师叔，快放了废师叔，不然我杀了你夫人。詹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快走啊！夫人，流星，流星，我听师姐说过，看到流星的话，在衣带上打个结，同时许个愿，那这个愿望就能实现了。你说是不是真的？你试试看就知道了嘛。哎，流星，流星啊！哎，许愿要快啊！哎呀，依琳师妹，你可以梦想成真了。我只顾着打结，心里什么也没想。那你在心里想好，然后默念几遍，免得到时候只顾着打结，却忘了许愿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我们再等等看啊。哎，快许愿，快许愿！你许了什么愿？哎，我来猜啊。不，你不许猜啊！我猜3次，看中不中啊？你再说我就要走了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哎，就算你真的想当衡山派的掌门，也不用害臊嘛。啊？掌门，我想都不敢想啊！你有没有听到？这荒山野岭怎么会有音乐？看来弹奏者并非凡夫俗子。我先过去看看，你待在这儿别走开，听到没有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别过来。哎，记住，别走开啊！你小心呐！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快走啊！夫人，杀！左盟主，刘师弟既不再与魔道中人结交，又远离中原，就算了。杀！左盟主，刘师弟言出如山，何必多伤无辜？不如化干各位岳伯，让他带着家人离开衡山吧。杀！杀！爹，我不想死了！